这个男人不知道什么叫害怕，看着爱犬被巨大的怪物撕咬，男人大声呵斥。可惜怪物无视男人的威胁，吞噬掉他的爱犬，又朝男人冲来。男人吓得赶紧后退，结果双脚不慎被铁丝网紧紧缠住，铁钉刺穿他的小腿。突如其来的意外让他疼痛不堪，怪物的嘶吼声也离他越来越近。男人顾不上疼痛，拼命向前爬行，但还是为时已晚，最终被怪物活活吞下去。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部惊悚电影《野猪》。故事发生在澳大利亚某个小镇，旁边荒郊野外出现了一只巨型野猪。一般的猪肉的重量大概就是400-500公斤，但这头野猪可不一般，足足有2000多斤。不光身躯庞大，还有锋利的獠牙。更让人害怕的是，它性情残暴，嗜血成性，带着活物就吃掉，就连人类也成了他们的盘中餐。其中一个农场主在一天夜里，为了寻找爱犬，不幸被野猪生吞活剥。很多游客不知道这里有野猪，还争相恐后赶着送人头。没多久，一对情侣在野外打扑克，二人正享受之际，女人让男人出去给自己带点吃的，男人爽快答应。男友离开后没多久，女人突然听到外面有异响，正准备出去看看，却听到一阵阵啃食的声音。女人害怕地呼唤男友，男友始终没有回应。女人定了定神，拉开帐篷一看，男友已经面目全非倒在了地上。女人吓得嗷嗷大叫，她刚想冲出去，野猪就出现，死死拦住她的去路，接着冲进帐篷，开始疯狂拱白菜。女人拼命抵抗，却还是被野猪生吞活剥。女孩的惨叫声瞬间响彻整个荒野。丛林的另一边，猎人老马正在和好友帽子叔在附近野外露营，他们也听到了女孩的尖叫声，赶紧拿起猎枪前去查看。当他们来到露营区附近，老马突然听到奇怪的声响，他警惕地举起了猎枪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一只巨型野猪正带着几只野猪仔啃食着什么东西，好友帽子叔扣动扳机，一枪下去，野猪们直接被吓跑。二人赶紧上前查看，露营一片狼藉，尸横遍野。刚刚的小情侣已经被啃食的连渣都不剩，他们不敢相信这是野猪的杰作。老马看着这些惨死的人，准备放一声空枪替他们送行，结果猎枪只剩1发子弹。两人商量一番，决定让帽子叔回去报警，自己留在原地保护现场。帽子叔刚走到半路，就听到周围传来野猪的嘶吼声，帽子叔瞬间紧张了起来，环顾四周，一只巨型野猪满嘴鲜血地出现在他跟前。帽子叔手里只有一根木棒，面对眼前的庞然大物，丝毫不畏惧，甚至放出狠话。野猪也很给他面子，一头撞过去，将帽子叔吞进了肚子里。留在原地的老马，猎枪里没了子弹，他从帐篷里找到一把小刀，还找到了死者的身份证和一名幸存者的身份证，当即动身去寻找幸存者。而此时的丛林里，又有一对不怕死的小情侣过来体验野外浪漫，殊不知他们已经被野猪盯上。这对小情侣不作死就不会死，为了寻求刺激，居然专门跑到野猪出没地方幽会。此时小胖正在给女友金发妹讲恐怖故事，野猪也没有让他们失望，毫不意外地出现在他们周边。小胖听到野猪发出的声响，顿时紧张起来，拿起手电筒四处观看。金发妹还以为小胖又在故弄玄虚，继续开着玩笑。小胖绷紧神经，关掉手电筒。当他再次打开时，只见女友的头颅正在被野猪啃食。小胖吓得张大嘴巴。野猪咬死金发妹后，把目标瞄准了小胖，男人终究还是没能幸免，成了野猪的盘中餐。与此同时，猎人老马见好友迟迟没有回来，便顺着地上的野猪脚印找寻了过去。等到老马赶到时，发现地上都是血迹，小胖的头颅被扭了下来，金发妹则剩下最后一口气。此时的野猪并没有离开，他躲在灌木丛中伺机而动。老马察觉到背后不对劲，立马警惕起来，脱下衣服盖在金发妹身上，并轻声细语安慰着她。老马起身查看四周，野猪果然猝不及防冲了出来，径直奔向老马。老马也不再怕的，一边奔跑一边引诱野猪，绕了一圈，这才把野猪甩开。老马又回到原地，想带金发妹离开，却发现金发妹已经断了气。老马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野猪又冲了出来，直接一头撞过去。老马拔出准备好的匕首，对野猪发出最后的怒吼。没想到野猪直接将其撞到了树上，树枝穿过他的身体。就这样，老马也上了西天，恐怖的夜晚也随之过去。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恐怖的杀戮。这天，布鲁斯一家人来到舅舅伯尼家度假，伯尼热情招待他们。此时布鲁斯一家人还不知道野猪吃人事件，一家人在河边玩得不亦乐乎。伯尼得知好友老马失踪的事情，穿上衣服火急火燎前往寻找。就在他开着车穿梭在草原上时，野猪突然出现，毫无预兆地撞击下去，直接将车子撞下山坡。伯尼因此陷入昏迷中。没多久，伯尼醒来，发现车
车门打不开，一脚两脚终于把车门踹开。伯尼赶紧给猎枪装上子弹，他不甘心被一头野猪干翻，准备找野猪复仇，今晚就把野猪烤了。显然他不知道野猪的厉害，一场大战即将来临。此时布鲁斯一家人在河边听到了类似爆炸的声响，布鲁斯想要去一探究竟，顺便叫上自己未来女婿胆小男，表面上是去查看爆炸声，实则是测试女婿的胆识。结果一个转身就遇见了野猪，女婿懦弱躲到布鲁斯身后，布鲁斯还以为野猪不会攻击人，一个劲的看热闹，女婿却很不道德的推了他一把，接着头也不回的逃离了现场。布鲁斯内心只想骂爹，这个女婿果然靠不住。就在他起身瞬间，野猪冲了上来，一口咬掉了他的脑袋。这一幕刚好被赶来的伯尼看到，可惜为时已晚。伯尼不甘心的向野猪放了好几枪，结果无济于事。这时胆小男屁颠屁颠跑到河边，跟大家说了野猪的事情，让大家赶紧离开。大家还在嘲笑他，连野猪都怕。没想到野猪尾随而至，直接将他叼了去。几人瞬间吓傻了眼，尤其是女友，见男友被野猪叼走，愣在原地大哭起来。好在舅舅伯尼及时出现，一把将他扛起来，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。这头野猪可不一般，靠吃人长到2000斤，能轻松撞翻汽车。这一家人不幸遭到野猪的袭击，舅舅伯尼带着3人穿梭在丛林中，野猪时不时发出嘶吼，一家人慌慌张张。就在这时，男孩不幸被绊倒，摔倒在地，野猪步步逼近，男孩绝望地呼叫母亲，母亲紧紧抓住男孩的手，但是野猪力气太大，母亲根本不是对手。就这样，母亲眼巴巴看着儿子被野猪叼走，伯尼见状，只能带着母亲2人赶紧离开。经过不停的奔走，总算找到了一个暂时可以休息的地方。伯尼气急败坏，家人他都守护不了，十分痛恨自己的无能。现在3人都陷入了恐慌之中，面对这个庞然大物，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3人抱在一起痛哭。伯尼决定要杀死野猪，替家人报仇，但是他根本不是野猪的对手，要怎么复仇？就在此时，野猪又追了上来。伯尼为了掩护母女2人离开，抄起匕首朝野猪刺去，1刀、2刀、3刀，刀刀插在野猪身上，可野猪就像感觉不到疼痛一样，没有后退一步。伯尼卯足劲又1刀下去，野猪终于被击退。伯尼让母女2人赶紧离开，他则冲上去继续和野猪厮杀，但受伤的野猪越战越勇，一把将伯尼撞飞，匕首也被甩到一边去。伯尼找准时机冲上去插在野猪身上，又是1刀、2刀、3刀，而他也被野猪顶飞，浑身是伤，腹部也被硬生生戳穿。伯尼强忍疼痛爬起来继续和野猪厮打。这次野猪冲上去，直接将他顶起，撞击在房屋里。野猪再次发动进攻，拼命撕咬着伯尼。伯尼死死揪住野猪的头，趁机逃了出来。他抄起身边的工具，使劲砸向野猪，但丝毫没有任何作用，最后还被野猪一招给毙了命。母女俩在草原上漫无目的的走着，他们不知道逃去哪里。女儿担心野猪会随时追上来，想起了男友教过她的野外技能，在野外野生动物都会怕火，因此2人在草原上生了火，又手握火把，警惕地观望四周，一刻也不敢松懈。就在这时，野猪出现，母女俩吓得举起火把，疯狂向野猪发动进攻。没想到野猪毫不惧怕火把，女儿不幸被撞击摔倒，野猪一口咬住她的腿，不停地拖拽着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山坡上的一名陌生女子发现这一情形，急忙驱车俯冲而下，重重撞击在野猪身上。野猪瞬间失去了攻击能力，母亲趁机拿过猎枪对准野猪，连放了2枪，终于将野猪彻底打死。惊魂未定的3人赶紧驾车离开，在回去的途中居然遇见了儿子和伯尼，原来他们只是身负重伤，并没有死。母亲十分高兴，下车拥抱2人。正在大家开车离去时，身后又出现了另一只食人野猪，看来危险还远远没有结束。不过这么大的野猪实属罕见，那只猪看着非常的好吃，又肥又大的，弄个酱肘子、红烧肉、卤猪蹄，再弄个酱猪耳朵，猪下水也能做几个菜。那么肥一头猪，猪油都能熬出很多，想着都流口水。也就老外不懂得珍惜，最后弄死了还不带走，要不然可以说是一顿大餐，美味佳肴啊！本期就到这了，关注我，下期更精彩。